我是全世界唯一一条美人鱼，被人类捕获后，我的日常变成了等饲养员喂饭，等饲养员给我保养尾巴，等饲养员哄我睡觉。直到科学家研究出让我繁育的方法，一向温文尔雅的饲养员急了，他紧紧将我揉进怀里，不许别人靠近。泡泡只能是我的。天啊，这就是美人鱼吗？太帅了吧！他看我了，他看我了！耳边的惊呼声和感叹声此起彼伏，我不耐烦地趴在石滩上拍着尾巴。偏偏这个时候，有个人类幼崽钻进栏杆里，使劲敲打着玻璃，想吸引我的注意力。既然这样，我露出尖牙，伸出利爪，一个邪恶的想法涌上心头。可刚一扭头，下巴就被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掰了过去。牙齿很健康，指甲该修剪了。女人低头在记录本上写着什么，忽而抬头看了眼围满游客的那扇玻璃，再给玻璃加厚一层，要隔音效果最好的。随后看了眼烦躁的我，又对着女助理加了一句：明天开始取消线下参观。这样不太好吧？以泡泡现在的受欢迎程度，他们不得闹翻天。泡泡的健康要紧。女人合上本子，掏出一把指甲钳，细心的给我修剪指甲。这个女人叫沈幼楚，是我的饲养员，而我叫泡泡。我刚来研究院时，有人把我仰着肚皮吐泡泡的视频发在了网上。这条视频一夜之间占据各大网络平台的热搜第一，网友们便以此亲切的叫我泡泡。他们花费重金只为目睹我的容颜。一时间，研究院到处都是偷拍的和偷溜进来的。我的照片被制作成各种周边，被黄牛炒到天价。研究院没办法，只得在规定时间开放给游客。被人类捕获是我自愿的，毕竟在这里不用自己捕猎，不用躲避天敌，更不用到处寻找栖息地。我嘴巴一吧唧，饲养员就知道我饿了，还是个美美的饲养员。可美美的饲养员也有招鱼烦的时候，比如泡泡不准挑食。我缩回要偷偷丢掉龙须菜和海笋的手，冲着他讨好的笑了笑，眼光瞄到沈幼楚的记录本。这个本子他从不离身，我好奇的紧。可自从发现我貌似懂人类的语言和文字后，沈幼楚记录时总会防着我，写着写着耳边还会有红晕泛起。有什么是我这个世界级保护动物不能知道的？我趁着沈幼楚不注意，迅速抄起本子，就往虚拟海域的另一边游。动作一气呵成，本子也只打湿了一点，不影响阅读。我翻开第一页，只有3个字：美人鱼，什么意思？看不懂。第2页写了满满2篇，全是我的饮食喜好和生活习惯。这是饲养员该做的。我着重挑出增加绿藻类食用比例这句，用指甲划掉，还想继续往下翻，本子却被突然抽走。沈幼楚轻轻拍了拍我的脑门，泡泡又不乖了。他想拨开贴在我脸颊上的碎发，被我一把躲开。我捂着脑袋在水里打滚，装作很痛的样子，眼睛偷偷往沈幼楚手里的记录本瞟。我那么可爱，沈幼楚一定会心疼的过来哄我吧？到时候我就……怎么走啊？人家还没看完呢。沈幼楚的脚步有些凌乱，靠在墙上轻轻喘着气，手不自主捂在胸口，那里发着烫，一跳一跳的。手里的记录本被风吹得翻了页，是一幅简笔画，画中的小美人鱼躲在礁石后面，只露出一双警怯的眼睛，海藻般的长发四散在海水里，帅得摄人心魂。沈幼楚将这页撕下来，放在贴近心脏位置的口袋里，心想着该换个新的笔记本了。这本记录了太多见不得人的秘密。饲养员1天都没来了，虾泥打得有些糊弄，鱼肉一点也不嫩。说好今天给我梳头发的，现在这种小事居然要我自己来。美人鱼不开心时，尾巴都不漂亮了。泡泡怎么蔫蔫的？晚饭不好吃吗？还是要一一亲亲才吃。还有那个名叫小婉的女助理，我真嫌弃她，她总是一脸痴迷的夹着嗓子对我叽叽喳喳个不停。小美人鱼，小泡泡，一一亲亲，快给一一亲亲，么么么！这是谁家的大帅哥？原来是我家的，一一喂你吃虾虾吧。他怎么比敲玻璃的小屁孩还烦人？我转过身不想看他，耳朵上却突然被一双温暖的手捂住，我的尾巴下意识地摇了起来。沈幼楚熟练地接过小婉递过来的梳子，她的手很巧，会编很漂亮的辫子。小婉说，我只有在编辫子的时候才会乖巧地一动不动。辫子编好了，我捧出心爱的粉珍珠，想要沈幼楚给我缀上，一扭头对上一双疲惫的眼。泡泡，你在这里过得开心吗？开心啊！我眨巴着眼点点头，包吃包住，粉丝无数。沈幼楚摸摸我的脑袋，话语里带着苦涩。那如果我做了你不喜欢的事，你还会开心吗？我不喜欢的是剪指甲和做检查吗？那我已经开始不开心了。我在水里翻了个身，长长的尾鲨带出的水花打湿了沈幼楚的衣裳，可他没有像以前那样带着宠溺的笑，嗔怪着叫我别闹，而是笔直的站在岸上，就那样一动也不动的看着我，眼底满是让鱼读不懂的情绪。饲养员也不开心了，人鱼的第六感是最准的，我决定最近还是不挑食了。你竟然做假骗我！你对学术还有没有点敬畏之心？
林院士将手里的实验单摔在桌子上。再怎么像人，也改变不了是受畜的事实。泡泡不是受畜。你，林院士气得说不出话，看着仍是面无表情的沈幼初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泡泡的基因很珍贵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不顾一切代价让这个兽种繁衍下去。大事面前要分得清孰轻孰重，你不想做，那我就换个人来做。说完，林院长背手离开。沈幼初看着散落一地的假报告，抿了抿唇，看了眼时间，下午3点了，阳光正适合泡泡晒太阳，他最喜欢这个时候了。可走出实验室时，脚步却踌躇了。研究美人鱼是所有生物学家的毕生梦想，也是沈幼初的。可自第一次见到泡泡，什么科学，什么理想，像浪一样打碎在咸咸的海水里，仿佛什么都忘了，只剩那抹幽蓝，像个会吸人的妖精。甚至什么都不做，只歪着头浅浅的笑。你就想把这世上所有的东西献给他。泡泡，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呢？最近研究院的人都很奇怪，路过我的管窗时都不逗我了。小婉也有些奇怪，一个劲儿给我塞好吃的，也不嘶哈嘶哈了，看向我的眼睛总是红红的。泡泡，你那么柔弱，可怎么办啊？柔弱，这是形容人鱼的吗？我还是个鱼宝宝的时候，就能徒手杀死一头成年食人鲨，这也只不过是给我磨爪子用的。为了不让小婉误解我，我伸出利爪给她看，却突然被抓过去，咔嚓一剪刀剪了。诡计多端的人类。泡泡，以后可不能轻易相信人类了，他们哄你都是带有目的的。想了想，加了一句：沈老师不算，他是真心对你好。那你呢？我挺想问的，可是我们不在一个赫兹。小婉从口袋里掏出一粒粉珍珠，喏，给你，知道你最喜欢这个。我伸出的手缩了回去，大家看上去都好难过，连一向最爱笑的小婉也是。我把小婉的手往她怀里推了推，又游向我的贝壳屋，找到一把梳子递到她面前。你要我给你梳头发？我点点头，这是小婉最想做的事。可是我平时只准沈幼初给我梳。小婉握着梳子，低着头，一时没有动作。我好奇地凑过去看，有什么热热的东西滴在了我脸上。晚上小婉还没走，我懒懒地躺在浅水湾里，浑身酥酥麻麻的，想睡觉。沈幼初今晚怎么不来哄我了？不是说好要给我讲美人鱼干掉王子嫁给科学家的故事吗？我的眼皮快要合上时，馆内灯光忽地暗了下来。再次醒来，我躺在一个翻身都费劲的水箱里，我难受地扭动着身子，水箱里的水被溅出来不少，泡泡再忍忍。我们现在要去跟沈老师会合，会有点远，路上很电，可能会很不舒服。我想问他去哪儿，去干嘛，可是他听不懂，只递来我最爱吃的甜虾，试图安抚我。喂，还记得这个吗？小婉，前面堵住了。车头的司机声音急促，催着小婉下车查看。这一下去，直到车开始发动，小婉都没有再回来。我觉得不太对劲，之前车速虽然快，却并不会像现在这样直接猛冲。我想下去找小婉，可是拖着这样的大尾巴，离了水，我连动2下都艰难。我烦躁地揪着尾鲨，回想起小婉每天贴在我耳边喊着一贴贴的模样，双臂一撑，直接从水箱里跳了下来，正巧碰上车大转弯，水箱被甩在车门上，碎了一地，碎玻璃刺进了我的鱼尾里，红色的血涓涓地流，好痛！沈幼初该心疼死了。这时车也停了，蠢死了，开那么快干嘛？老大，我也不想啊，可是我的8条腿有自己的想法。车门开了，顶着一头红发的女人看着我还在流血的尾巴，皱了皱眉。看看你干的好事儿！她一巴掌拍在旁边的矮个头上，先不解气，直接把小矮个的4条腿打了个结。如烟，我用人鱼的赫兹给红发女传音，她果然对我做出了回应。如烟，我还是鱼宝宝时跟我一起拔牛鲨牙齿的玩伴，我以为他死了。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她身下的2条腿，更讨厌自己这沉重的大尾巴了。如烟把我带回了她家，从前珊瑚塔搭得比我还漂亮的如烟，此刻蜗居在海边的一处破旧的集装箱里。确定小婉他们都没事后，我开始问起为什么她会在这儿，为什么会讲人类的语言，又为什么长出了2条腿，还不都怪那些可恶的人类。如烟一拳头捶在墙上，本就摇摇欲坠的集装箱晃悠得像是马上要塌了。我缩在浴池里，不满地发声：人类才不可恶呢，研究所都把我当小宝贝。他们当然把你当小宝贝。你知道人类最爱什么吗？他们最爱烤鱼、炸鱼、糖醋鱼，还有你这样的鲨鱼都要死了，还蒙在鼓里。我也爱烤鱼、炸鱼、糖醋鱼啊，可好吃了。如烟抓了一把头发，瞪了我一眼后，转身把小矮个的另外4条腿打了个结。如烟不准我去找小婉和沈幼初，他们会害死你的。我不信，他们才不会害我。全世界只有我们2条人鱼了，你应该相信我才对。他掀起2条裤腿，关节处和脚踝处布满了红色疤痕，像是永远都不会愈合一般，红艳艳的。
这条腿是全族用命给我换来的，为的就是逃过人类的魔爪。我走的每一步都钻心的痛。我是蓝尾人鱼，整个海域只有我一只。如烟是红尾人鱼，也是人鱼族数量最多的一类。红尾人鱼繁衍快，但娇贵，最容易猝死。太难过会伤心死，找不到庇护所会焦虑死，连吃饭太快都会不小心撑死，也是最怕疼的。族人全部牺牲，才凝化成2滴精血，助我幻化双腿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类他们发现了我们只能逃，逃不掉，只能选择先救最小的我。如烟再次奋起，紧握的拳头在即将锤在墙上时转移了目标，砸在了小矮哥身上。老大，疼！我心疼地看了眼小矮哥。如烟从小跟别人的红尾人鱼不一样，冲动易怒。这个是给你的。如烟拿出玻璃瓶，里面存放着另一滴精血。有腿会疼，但是没有，人类会永远惦记你。我最终还是没有要，这精血融合了红尾人鱼族对如烟的爱和希望，我不能收。不要也行，那你就住在我这儿，我会保护你的，像小时候一样。泡泡不会住在你这儿，泡泡只会跟我在一起。集装箱的门被推开，沈幼楚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到了这里。泡泡，我来晚了。如烟的身体一下子紧绷起来，侧身将我挡在身后。小矮个一个腾起，8条腿死死扒在墙上，阻止沈幼楚上前。我们这些鱼当中，只有如烟能和人类正常沟通。我扯了扯如烟的衣袖，传音告诉他沈幼楚是个好人，他能帮助我们的。如烟点点头，接着便冲沈幼楚喊道：“滚！泡泡叫你滚！”什么？我警告如烟不要乱说。泡泡说什么？看着我和如烟亲近的模样，沈幼楚皱着眉问道。如烟勾起唇角，一头红发格外张扬。他说他早就受够你了，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了。如烟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了。沟通无效，如烟不打算放我走，沈幼楚也不打算走。我叫如烟先给沈幼楚弄点吃的，他肯定饿了。如烟手插口袋，张嘴就来。泡泡叫你快走，说你在这儿还要吃饭，太浪费粮食了。沈幼楚顿了顿，眼神受伤的望向我。我不饿。泡泡无语了，我掐了一把如烟，叫他赶紧闭嘴。如烟面上答应，嘴上不答应。泡泡又说了，你在这儿他很难受。那我在门外等着，泡泡什么时候不难受了，我什么时候进来。你在门外，泡泡才难受呢。我眼巴巴看着沈幼楚走了出去，想叫他回来，可是他听不懂。我愤愤地看向一脸无辜的如烟，要不是指甲被剪了，我高低要抓花他的脸。如烟很害怕我再被沈幼楚抢走，连睡觉都是随便铺个毯子在我的浴池边凑合。不知道沈幼楚在外面怎么样了，我担心的不停吐泡泡。楠楠，如烟叫了我一声，他不说，我都快忘了我从前的名字叫楠楠，但现在我只想当泡泡，叫我泡泡，我纠正他。楠楠，我很害怕你亲近人类，亲近那个叫沈幼楚的女人。这有什么不好的？这很不好，我们才是同类，我们才适合在一起生活。他翻身站了起来，趁我没有反应，将手里精血塞进我的嘴里。我捏着喉咙不停咳嗽，喉管烫得发疼，浑身都热热的。我已经顾不上生气了，无力地向如烟伸出手。如烟的目光紧紧锁在我的尾巴上。一会儿就不疼。一会儿是多久？我感觉仿佛过了1个世纪，浑身的骨头像是被一寸一寸打断了一般。我想哭，但是没有力气。听到动静的沈幼楚闯了进来，被小矮个拦住。他的身影在我的眼睛里变得模糊，直到完全被泪水掩盖。我感觉呼吸越来越困难时，如烟才将我从水里捞出，剥开粘液，修长的2条腿破土而出。那就是我的腿吗？我的嗓子干涩的不行，嘴里念叨着水水水。现在还不能碰水。如烟用毛毯将我的下半身包裹住，我的眼神逐渐清明。第一眼看到的是松了一口气的沈幼楚。我有腿了，沈幼楚还会像以前一样对我好吗？毕竟没有尾巴就不是人鱼，不是人鱼就没有研究价值。好疼！我皱巴着脸，腿上刺疼刺疼的。疼吧，你要习惯，这都是有代价的，疼就是代价。当初怎么没把你疼死呢？一开口是人类的语言，我愣了愣，下意识看向沈幼楚。老看他干嘛？看我啊！如烟有些不满，给我擦拭头发的手劲大了些，掠过我的脖颈时，一把扯过那条沈幼楚送给我的珍珠项链。监视器。他冷笑出声，眼神如刀子般刺向沈幼楚。果然是狡猾的人类。我说你怎么就那么容易的找到这儿了？只有我知道。沈幼楚回应道，接着他又顿顿出声：“泡泡没事吧？”没事儿，只是对于你们而言，再也没有利用价值了。我撇过脸不去看他们。如烟说的没错，沈幼楚还是不肯走。如烟烦他烦得紧，可时间久了也就随他去了。我的腿没那么疼了，我开始尝试着下床。如烟和沈幼楚一左一右的守着我，生怕我站不稳跌着了。这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，我的脚像灌了铅一样抬不起来。我有些为难，看看如烟，又看看沈幼楚。不走了，大不了明天给你搞个轮椅，我推你一辈子。如烟劝我放弃，我才不要像个废物一样。当个废物不快乐吗？我推开如烟，一个没站住，身子重心不稳地往后倒，还好被沈幼楚及时扶住，他的手牢牢将我的手握在手心里。泡泡不怕，我扶着你，慢慢来。
学走路好难，我几次都不干了，但是我一坐下就被沈右楚拉了起来，他的手像是粘在我的手上一样，甩也甩不掉，任凭我怎么撒娇耍泼，就是不放过我。我温柔善良的饲养员去哪里了？走路我学了整整1个星期才走顺利，但庆幸的是，我并不像如烟那样走一步就像刀割一样，甚至习惯后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也并不存在那种永不会愈合的疤痕。可能因为我是宏伟族的吧，我的命是族人们换来的。我每疼一次，就会想起族人们死去后，看向我的最后一眼，走的每一步都让我忘不掉被人类追捕的场景。如烟的神情有些落寞，她垂头看向自己的脚，每一根脚趾都象征着族人的生命。楠楠，你答应我一件事好吗？她望向我，眼底满是恳求。跟我一起繁衍下去，神域族不能灭绝。我又想救尾鲨了，却后知后觉地发现我现在是长着人腿。没关系，我给你时间考虑考虑。可是我这边还没考虑好，那边就出问题了。我和人腿的融合还不够充分，每隔一段时间我还会变回鱼尾，并且需要大量水分。如烟说这是正常的，等过了这段适应期，我就会一直以人腿的形式生存。我偶然间看到沈右楚的手机，铺天盖地都是我的消息。研究院到处在找我，已经封锁了好几个海域，理由同样是人鱼不能灭绝，繁育的种子不能消失。那些科学家们研究出了让我生出人鱼宝宝的办法，截至目前，我仍然是他们发现的唯一一条雄性美人鱼。他们不会放弃追捕我，可是我没想这一天来得那么快。武装部队推翻围堵集装箱的时候，我已经变回了尾巴，正在浴池里泡着。如烟第一时间把怀疑的目光投向沈右楚。别瞎看，我不会这样做的。林院长从队伍里走出来，看见我时手都激动的直抖，面上还是保持着威严。别紧张，我们只想要泡泡，把泡泡交出来，你们做的所有错事，我们都不会追究。错事？我们做错了什么事？沈右楚，你也是研究院的一员，你知道这项实验的重要性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重要的从来只有泡泡一个。他们人太多了，我们只有3个人。小矮个不在，幸好他不在。他要是在的话，被抓走做实验的就变成了我们2个。如烟和沈右楚并肩站在我身前，将我堵得严丝合缝。沈右楚，你这是要反抗我吗？不要忘了，没有我你根本就没有今天的这些成就。沈右楚站得更加挺立了，眉眼坚定，没有一丝松动。可是老师，泡泡是我的底线。可纵使沈右楚和如烟再坚定，也终究是寡不敌众。我被连带着尉迟一起端走了。放开他！你们这是绑架！让开！我又被带回了馆内，环境布置都没有什么变化，不同的是周边24小时都有人对我严加看守，连楼顶都布了网。我是鱼又不是鸟，我有些郁闷。林院长给我换了新的饲养员，是以前最爱逗我生气的小胖子。终于又见到小婉了，只是他一看到我，眼泪就吧嗒吧嗒的往下掉，还故作凶巴巴的模样。你还回来干嘛？谁让你回来的？我伸手擦了擦他的眼角，我不回来就见不到你了。泡泡，你会说话？小婉捂着嘴，惊喜的叫出声。看到我对他做出晋升的手势后，才紧张兮兮的缩着脖子点点头。林院长一天来看我800回，生怕我长腿跑了。我也想长腿跑了，可是这次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的尾巴就是没法再次变成双腿，并且奇痒无比。从前如铺满细钻般的尾面，如今暗淡无光。靠近尾鳍的那一块已经开始发黑了，鳞片有点松动。小婉在给我擦尾巴的时候，那块半个手掌大小的鱼鳞连皮一起掉落。小婉以为是他劲儿使大了，自责的不行，一连好几天碰都不敢碰我。等到第3天，我的尾巴已经全部变黑了。林院长就是在这时候带着一群穿白大褂的人出现在馆内的。那个手持注射器的男人我认识，他是小胖子饲养员最好的朋友。泡泡该是履行职责的时候了，人鱼一族会感谢你的无私奉献。林院长手轻轻一挥，他的脸上满是志在必得。过了今天，我陈科必将被载入生物基因学的史册。身边的助手收到指令，将我团团围住，隔着缝隙还能看见林院长抑制不住的笑意。注射器的针头慢慢推进脖颈，只不过不是我的，而是林院长的。你们糊涂啊！这是林院长倒下前的最后一句话。抱歉，老师，我们都很爱泡泡，做不出伤害他的事。将我围住的白大褂们脱下口罩，有小婉，有经常陪我洒水玩的实习生，有给我做体检的医师姐姐，有总爱给我拍照的观察员，还有沈右楚。快走！这药效持续不了多久，外面的人都被引开了，快带泡泡离开这里！小胖子饲养员探出头，肉肉的小手使劲挥舞。沈右楚将白大褂脱下来围在我的尾巴上，一把将我抱起就往外跑。如烟在外面接应，一辆面包车一个大漂移甩在我们面前，一看就知道开车的必定是小矮子。我的尾巴越来越痒，想挠，手却被沈右楚拽住，他将我的头轻柔地按在怀里，一遍又一遍地顺着我的头发。泡泡受苦了，以后都不会了。我的鳞片开始脱落，沈右楚不让我挠，我就抓他手，抓得满是
红痕时，雪白的脚趾从白大褂里冒了出来。我尝试动了动，很灵活。沈右楚也顺着我的视线望了过去，只一眼就红着脸将头瞥了过去。怎么办？我再也没有全世界最漂亮的尾巴了。现在你有全世界最漂亮的腿了。一旁的如烟呲着牙，猛地用力拍了下小矮个的头。鸡的那8条腿分出4条抱住脑袋，可恶的人类！我的腿再也没有变回去过。我尝试以人类的身份生活。沈右楚带着我们去了一座小岛，人不多，但是都很热情亲切。小伙子，你长得很像那个电视上的小美人鱼，帅气了。卖桂花手环的老婆婆拉着我的手看个不停，我被夸得开心的不行，滴溜着眼睛看向沈右楚。沈右楚被我逗笑了，都买了。这有什么好高兴的？回头我杀条大白鲨给你助助兴。如烟不满地嘟囔着，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会亲近人类，亲近沈右楚。人类是人鱼的敌人，他不止一次在我耳边念叨了。我认真地想了想，才不是，可能是你的敌人，但不是我的。你可以不喜欢人类，但是你不能阻止我喜欢。如烟不说话了，一头红发被抓得乱乱的。人鱼靠尾巴分族，身为唯一的一条蓝尾人鱼，我是没有族人的。我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，生来要干嘛。还没学会捕猎时，我每天都吃不饱肚子。他族人鱼也并不会爱护别族人鱼幼崽的。第一次遇见如烟时，我饿得不行，也顾不上他身旁有条成年红尾人鱼就去抢他的食抢到了，身上也全是被成年红尾人鱼用尾巴甩出的道道伤痕。那时我讨厌死如烟了，尽管他自那以后总跟在我屁股后面找我玩，给我送吃的，我还是不喜欢他。我忘不了那条红尾人鱼紧紧将他护在身后的样子。后来听说红尾人鱼族遇难了，全族都死光了，如烟也再没找过我，我又变成孤零零的一条鱼。直到他们把我带回研究院，他们爱护我像如烟的族人爱护他一样。我喜欢那里的每一个人，除了林院长，他总是阴魂不散，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，追到了小岛上。沈右楚不让我出去，我只能站在窗户边偷偷的往外看。林院长面目憔悴，乱糟糟的胡茬像是很久都没有清理过。不知道沈右楚说了什么，林院长激动的连翘起的头发丝都有些颤抖。他提高了音量：沈右楚，你对得起你的科研吗？你对得起我们那么长时间以来的努力吗？可惜他并没有得到想要的回答。卖桂花手环的老婆婆喊来了父亲的岛民。就是他！我就说这老东西贼眉鼠眼的，原来是来抢人的！插出去！林院长还想说什么，被愤怒的岛民拥堵着往外推。沈右楚看着被越推越远的林院长，突然弯下腰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如烟说他要离开这里了，还给我道了个歉，说不该把自己责任和使命强加在我身上。我也一个劲感谢他让我有了一双腿。说着说着，他又拉我讲起我们还是鱼宝宝的时候的事。沈右楚轻咳了一声，将我拉到他身边。泡泡，想不想听美人鱼上岸嫁给科学家的故事？想。可恶的人类！如烟气的又要找小矮个，小矮个8条腿齐驱并行，抢先跳进水里。老大快来呀，我们该走了。如烟转身刚走2步，又快步跑到我面前，将我拥入怀着。楠楠，要是这个可恶的人类对你不好，我就还来把你抢走。我狡黠地冲他眨眨眼，算是应下了。泡泡，你觉得我会对你不好吗？我是人鱼的时候，你看我珍贵才对我好的，现在我不是了，我就不珍贵了，那一切都说不准了。沈右楚不笑了，默默转进房间，过了好久才捧着一本记录本出来，他的语气严肃且珍重。泡泡，你不是一直想看我的记录本吗？沈右楚小心地将我揽在怀里，一页页将本子翻开。5月20日，这篇是补记的，不写下来我会被折磨很久。泡泡来研究院那天，并不是我第一次见他，我们在海底放的探测仪，那天是我值班，小小的美人鱼就这样闯进我的视线。它抱着一只发光的百灵鱼，如果非要形容，那就像是抱着手电筒一样。它喜欢亮亮的东西，探测仪比赛狼鱼还亮。它撩动的尾鲨不停试探探测仪，一下又一下。我看着屏幕，只觉得心痒痒。后来被路过的水母吸引了注意，吐着泡泡去追水母了。我好久都回不过神，这世间竟有这样美丽的生物。可坐了一会，还是选择删除这段录像。5月29日，小美人鱼被抓住了。可是他看上去很开心。我站在虚拟海的石滩上，准备看看哪里还能改善。他探出一双眼，躲在礁石后面观察我，估计是觉得我没有什么恶意，开始拿水泼我，那表情就像是在说：“快来陪我玩吧，我才不会上当。”我亲眼看见小家伙徒手撕了一只大章鱼，可是我不动，他就不停在我脚下游来游去。算了，陪你玩一会儿吧。6月10日，泡泡生气了，嘟囔着小嘴躲在珊瑚塔了里不肯出来，就因为我昨天给他编辫子的时候扯掉了他2根头发。小婉痛心疾首，说我怎么能够对泡泡下那么重的毒手。我蹲在石滩上，什么好玩的好看的都拿出来。泡泡不理我，我一天都没心思做别的。泡泡不理我，我一天都没心思做别的。最后我用一盒粉珍珠将它引了出来，它面上还是气呼呼的，尾巴却偷偷地摇了起来。沈右楚没有继续往下翻，记录本被合上了页，怎么不给看了？我伸手去拿，沈右楚站起来将本子塞到衣柜最上方。果然我不珍贵了，连这都不让看了。想继续看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什么代价？如烟说的没错，
可恶的人类！沈右楚没有回话，只是定定地看着我，嘴唇不自觉抿了抿，再开口，声音有点哑。泡泡乖，再靠近点。他的手好烫，我想甩开，却被更重的力度捏住手腕。泡泡，沈老师，我们来看你们了。小婉来了，不止小婉，还有胖子饲养员和他的朋友，还有医师姐姐，还有一上来就对着我拍的实习生。小婉一把把我抱住，脸颊挨着我的脸颊蹭来蹭去。怎么办？好久不见，泡泡更可爱了，还长腿了。说着，手往下伸，快速的在我腿上摸了一把，细腻滑嫩，爱了。沈右楚紧了紧衣领，面色不愉。怎么这个点来了？来给泡泡过生日啊？小婉提出身后藏着的蛋糕。你不是说以后每年这个时候就当做是泡泡的生日吗？我看了眼蛋糕，又看了眼沈右楚，想起来了，当初在实验室的时候，小婉过生日，闹得整个研究院都是欢声笑语。小婉还特意给我做了鱼肉蛋糕。我很好奇，虽然不知道生日是什么，但是我能明白，在这一天所有人都会很开心。沈右楚看出了我的心思，擦掉我因为吃太快而留在嘴角的淤泥，他看似不经意地问道：“泡泡也想过生日吗？”我记得我点了点头，但这件事很快被我丢在脑后。没想到今天沈右楚就给我创造了一个生日会。我坐在桌子面前，看着眼前被点燃了蜡烛的蛋糕，忽然有点想哭。我扯了扯桌子下沈右楚的手，小声问道：“你以后会一直对我这样好吗？”沈右楚附在我耳边，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声音说道：“会的，会永远对泡泡好。”为什么？因为沈右楚喜欢泡泡。我羞红了脸，胸膛里有神东西要撞出来，突然忘记了要干什么。吹蜡烛啊，泡泡！吹蜡烛前要记得在心里许愿，不要说出来，不然就不灵了。我将手堆叠在一起，学着小婉以前的样子许愿。许什么好呢？就许祝愿所有见过泡泡的人都被温暖的爱包围着，除了林院长。林老师最近怎么样了？问这话的是沈右楚。小胖子饲养员回答得很积极。林老师最近魔怔了，熬了好几个通宵研究八爪鱼。对，林老师非说自己看见八爪鱼开车了，还会漂移。我没忍住笑出声。沈右楚看了我一眼后，宠溺地捏了捏我的手。吃完饭，天色已经很晚了。小婉说想住在这儿，顺便明天参观一下海岛，正好家里还有2个空房间。不行，这附近有酒店。沈右楚想也没想就解决了。问到原因，小胖子饲养员又抢答了，因为他想研究和泡泡在一起后会生人宝宝，还是人鱼宝宝。话落，众人哄笑出声，自觉地起身离开。把他们都送走后，沈右楚顺手扣上了门锁，将我抵在门上。他轻轻抵着我的脑门，鼻尖轻蹭我的鼻尖。泡泡想知道会是人宝宝还是人鱼宝宝吗？我的耳朵烧红，我也想知道。